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，同大家睇個新聞啊，呢個新聞咧得意嘅吓，咁大陸咧有對夫妻啦，竟然咧揭發個老公啊係出軌，咁今次出軌咧唔係出軌女人啊，竟然個對象咧係男人啊，而且仲講到話層樓啊係外父外母買嘅，所以佢老婆唔能夠喺嗰度住啊，咁成個案件來龍去脈係點樣呢？咁根據新聞報道啦，咁上海胡曉平律師曾經辦理一單案件，咁小娟嘅父母喺浙江就經營紡織企業啦，家庭嘅經濟條件好好啊，去到適婚年齡，透過朋友介紹就識咗隔離縣嘅小陳啊，對方係高材生，讀緊碩士，咁兩個人喺屋企嘅長輩大力促成之下，交往咗2個月就結婚擺酒啦，好快亦都係懷孕啦。而小陳就要求，因為就嚟畢業啦，考慮到職業發展，佢想喺上海買樓打拼啊。而小娟同父母都同意啊，揀咗一棟價值1500萬人民幣嘅豪宅啦。但係簽約嘅時候發現啊，個女方呢係冇上海戶籍㗎，亦都冇上海繳納社保嘅記錄，係唔具備買樓嘅資格㗎，所以層樓只能夠登記喺小陳名下。而小娟嘅父母考慮咗一下之後就同意咗啦，係當場攞咗50萬人民幣出嚟落訂啊。之後係陸陸續續將首期匯入去小陳嘅賬戶啊，最後梗係成功買樓啦。為咗令個女住得舒服啊，仲攞咗100萬人民幣啊，按照佢兩個嘅喜好去裝修間屋，之後會每個月匯錢入去小陳個銀行戶口卡，用嚟俾佢還貸款啊。而小娟就留喺娘家養胎啦，後來生咗個仔啦，搬咗去新屋度住，點知個仔啊都未夠半歲咋，就喊住咁抱我翻屋企啦。小娟啊喺度喊啦，佢話自從佢大肚之後呢，小陳就同佢分房瞓，後來去到娘家待產，對佢亦都冇太多關心，生咗個仔之後呢，眼入邊啊得個仔，令到佢十分之唔明白啊！直到某一次偷睇到小陳部電話，先至發覺原來個老公有外遇啊，而且個對象仲要係男人啊，甚至係同時同好多人有不正當關係啊！攤牌之後先知啊，原來小陳啊對佢根本就冇感情噶，只不過係因為阿小娟家境好，父母督促佢傳宗接代，佢先同意結婚啊！嬲到啊翻娘家，咁小娟父母就試圖去聯絡個女婿小陳啦，但係都冇用啊！小陳啊換埋層樓個鎖啊，禁止個老婆小娟回家，而且唔俾佢探小朋友啊！搞咗半年呢，雙方束手無策啊，決定揾律師協助啦，同埋起訴離婚。但係阿小陳態度強硬，拒絕離婚，亦都否認係同性戀。法官就判決不准許離婚啦。咁一審判決生效之後，阿小娟等咗6個月，再提起第2次嘅訴訟。小陳仍然都唔承認自己有過錯，更加認為上海層樓登記雖然係女方嘅父母出資，但係喺佢名下嘅噃，屬於自己嘅聘禮啊，唔應該作為夫婦嘅共同財產分割。不過小娟諗起2個人婚後某一次嘈交，阿小陳係親口承認上海間屋呢係個女人一個人所有，而且仲簽埋一張字條啊，上邊係有小陳嘅親筆簽名。最後就係因為呢一張嘅字條，法官就認定上海層樓係歸小娟所有嘅，但係個小朋友嘅撫養權就俾咗阿小陳啦。但係小陳就要保證阿小娟有一個探視權啊。咁呢單嘢個女人就攞翻層樓啦，咁但係個撫養權就俾咗個男人喎。咁個男人今次大鑊啦，樓又冇埋啦，又要去照顧埋個小朋友，咁個開支都幾大啊。咁今次呢個案件呢，就係講緊有一個同性戀就扮到好似異性戀咁樣去傳宗接代結婚，就滿足父母要求啦。咁但係現實生活呢，的而且確都係有好多咁嘅情況出現嘅，聽都聽唔少啊。不過今次呢，就牽涉到一層樓，所以就特別麻煩啦。好啦，咁今集呢，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。大家有咩想講，下邊留個言啦。咁我哋就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